这样的节气，我们倒了8辈子霉了。你还我老严的命，有还得起吗？严母把严父的死全都怪罪在米家头上，认定是米家直接气死了严父。他气急败坏地警告米家不许再踏进严家半步。被扫地出门的米家，因为严父的死，让他也无法继续在娘家待下去。附近的邻居都在嘲笑米家妈妈，都在说米家气死公公，被婆家赶出家门。身为亲妈的赵彩霞怎能让女儿受这种委屈？于是便拿出仅有的20万积蓄，让米家交首付买套房子搬出去住。可米家却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，并表示现在最在乎的就是找回自己丢失的女儿。让米家没想到的是，因为外面的流言蜚语，他被幼儿园劝退，失去了做老师的资格，同时有自闭症，而且又依赖米家的晶晶也被幼儿园退学，因为没了米家在学校照顾，其他的老师都不愿意去照顾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。此时的米家不仅丢了工作，还失去了言川。可言川的心里只有米家，他深知想要挽回这段感情，只有找回5年前丢失的女儿，唯一的希望就是黑皮，因为孩子是在他手上丢的。为了让黑皮说出实话，言川直接出价100万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找到自己的女儿。心动的黑皮立刻找来毛毛商量此事。这什么呀？言川说那小青丢的时候带着个一模一样，只要能找着另外一只，就能找着这孩子。毛毛拿着手镯仔细打量，却没有半分印象。而此时黑皮则是满脸的疑惑不解，他不明白言川为何要出巨资寻找当年的弃婴。毛毛无奈说出了实情：当年那个弃婴小豆豆，她是米家和言川的亲生女儿。黑皮听后震惊不已，急忙带着妹妹凭着当年的记忆一路走一路找。5年已过，整个城市都已物是人非，当年的汽修厂也早已不复存在。两人也不知找了多久，仍然没找出5年前丢下孩子的地方。毛毛累得早就不耐烦了，晚上毛毛只能把银手镯还给了米家。小晶晶看到手镯，却语出惊人的说出她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银手镯。老师，我也有一个。有一个什么呀？小手镯呀。是这样的吗？是一样的，只有一个。爸爸说是我小时候戴的。米家自从得知辛苦养育的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，便开始寻找自己的女儿，日以继日的寻找，却一无所获。怎料踏破铁鞋无觅处，万没想到对自己格外亲近的小姑娘，有可能是自己丢失5年的女儿。米家感觉命运跟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，他来不及高兴，急忙去找水莉求证，却在晶晶的床头意外发现另一只同款手镯，而且这个小手镯米家曾经有一对，上面刻的出生日期也丝毫不差，正是5年前为自己的女儿亲手戴上的。米家更加确定心中的猜测，于是他便直言不讳地问出心中的疑问。我想冒昧地问你一句，你是晶晶的亲生母亲吗？水莉觉得米家的目的不纯，气得直接将人轰了出去。第二天，水莉在晶晶的口中得知了手镯的事情。你是怎么跟米老师说这个的？他也有一个。他也有一个呀？是一样的。水莉敏锐地察觉到此事可能跟晶晶的身世有关，便马上给米家打去电话，询问事情的真实情况。因为水莉一直都在反对刘海涛收养小晶晶。等两人见面后，米家果然拿出了另一只银手镯。水莉仔细查看2只手镯刻的出生日期完全一致，所以水莉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，小晶晶就是米家的亲生女儿。米家虽然已经确定晶晶就是自己的女儿，但他还是想要亲耳听见确定的回答，便再次问出心中的疑问。米老师的说，晶晶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水莉思忖良久，在没有征得刘海涛的同意下，说出了晶晶的身世。不是，晶晶是弃婴，是我和刘海涛捡回来的孩子。米家得到确切的回答，便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水莉。这时水莉也确定了晶晶就是米家的亲生女儿，但是回想起过去的5年，水莉又是满腹的委屈。5年前刘海涛为了收养晶晶，狠心的把她抛弃，两人因此失去了5年的幸福。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米家。米家非常感谢水莉和刘海涛为晶晶的付出，不停的跟水莉道谢，还有深深的歉意，但这一切都不是他的本意。我们有一天不联系我的女儿，任言川的爸爸已经去世，少小明还在逼我，想想这些，我连死的心都有。看到米家那伤心欲绝的样子，水莉也升起了一丝不忍，又转过头来安慰米家，并且同意米家把小晶晶带回家培养感情。米家把晶晶接回家后，精神状态好了很多，还主动下厨做饭。米妈妈察觉到米家的改变，很是欣慰。米家迫不及待地将找到自己女儿的事告诉了米母。晶晶就是当年的小豆豆，是我的女儿。老天有眼了，
米妈妈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，感叹米家日复一日，终于找到了丢失的孩子。但两人的心里很清楚，收养了小晶晶5年的海涛未必会把孩子还给米家。另一边，水莉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海涛。晶晶的亲妈找上门来了。晶晶的亲妈，你知道她亲妈是谁吗？谁呢？是米家。刘海涛听到晶晶的亲妈已经上门来要孩子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绝不让言川和米家把小晶晶从自己身边带走。水莉看着如此固执的海涛，便耐心地劝解道：“患有自闭症的晶晶，只有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才会快乐，更何况晶晶是那么的喜欢米家。”不可能，我是他爹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把他放出来，我绝对不相信，谁也甭想把孩子从我身边夺走。而米家这边也把找到女儿的好消息告诉了言川，这让一直消沉的言川看到了希望。因为在言川的心里，只要能找回多年前丢失的女儿，就有了跟米家挽回婚姻的筹码。可当两人来到海涛家后，海涛并不想把晶晶还给他们，并表示对于领养小晶晶5年的恩情，他不需要任何回报，只要晶晶待在自己身边就好。把我的孩子还回来，我还是他的父亲，水莉是他的母亲。刘海涛的话让言川不知道要如何开口。他们明白刘海涛为了收养晶晶付出了很多，也很感激海涛为孩子所做的一切。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报答刘海涛的恩情了。坦白的说，我们是想把孩子给抱回去，可是一看到你，我真的很难开口。我知道你为孩子付出了太多，那种恩情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偿还。我不需要任何回报，在我这儿没什么东西比我的孩子更重要。今天早上你让我怎么将这个事咱们去跟他说，告诉他的亲生父母遗弃了他，你会愿意我这么说吗？我根本张不了这个嘴。言川和米家虽然是小晶晶的亲生父母，但此刻面对海涛却无话可说，或许这也是两人对孩子的愧疚。水莉看着沉默不语的几人，提议先带晶晶做个亲子鉴定，接下来的事情再慢慢解决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深夜，刘海涛看着晶晶的照片，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自己与晶晶的亲子时光，但是想到晶晶的归属问题，他又满面愁容。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养育了5年的孩子，他又怎么忍心放手呢？水莉在一旁耐心的开导他：“放手吧，长痛不如短痛。不要以为晶晶只有跟着你，她才会幸福。我敢断定，你就算现在把她抱回来，也不会把她留在你身边的。”水莉明白刘海涛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他不会忍心看着言川和米家难过的。海涛深思熟虑过后，最终还是放弃了小晶晶的抚养权。他引导着晶晶改口叫米家妈妈。家人，米老师对你好吗？好吧，你要知道，只有妈妈才会像米老师一样对你这么好。后呢，叫米老师就改口叫妈妈，好不好？妈妈。米家听着这声妈妈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为了晶晶能够跟亲生父母在一起，也为了言川和米家的家庭幸福，刘海涛最终决定放手。米家十分感激刘海涛所做的一切，不得不说刘海涛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，父爱如山，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。爸爸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回来。不要你，那妈你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别哭了啊，我女儿。今天上班我给你讲了个故事，讲了个狐狸的故事，是不是？那狐狸怎么了？看你是不是有葡萄，让他特别想吃，怎么够我都够不上去。你知道他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你还没熟啊，你现在还是涩的，不好吃。只要你熟了，我就过来吃你。”最后那狐狸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想不想吃？哇塞！走了是不是？那狐狸怎么走的？看着啊。